曾经的行业霸主一夜之间被拆分出售，百事旗下的必胜客到底做错了什么？2026年6月16日，百胜集团正式宣布，以27亿美元的总价把必胜客全球业务分2笔出售，其中中国大陆的品牌所有权以12亿美元卖给了百胜中国，其余全球业务则以15亿美元出售给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提起必胜客，可谓是很多人心目中标志性的美国品牌。回想当年，他们就像是完美的家庭餐厅。在过去，美国人对必胜客最深厚的印象，莫过于在一家必胜客餐厅里开生日派对，或者参加他们举办的阅读计划，来赢得那些彩色的徽章和免费的披萨。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必胜客对于中国的很多家庭来说，也是一件挺有仪式感的事儿。红屋顶、格子桌布、一份铁盘披萨，这就是美式西餐的代名词。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必胜客都可以作为披萨的代名词。然而时至今日，虽然必胜客依然是一家全球性的公司和品牌，但是各种证据已经表明，必胜客已经今非昔比。2018年，达美乐正式超越必胜客，成为全球销售额第1的披萨连锁品牌。而在此之前，必胜客坐在这个位置整整47年。此后，达美乐同必胜客的差距越拉越大。2019年，必胜客宣布将在2年内关闭其美国7500家门店中的500家。2020年，必胜客在美国最大的特许经销商 NPC International 宣布破产，其在美国的1227家必胜客门店，除关闭300家外，剩余927家门店也被出售。2025年11月，百胜集团干脆宣布对必胜客进行战略评估，也就是已经在考虑出售必胜客了。2026年的上半年，必胜客在美国又关了大约250家店，占美国门店总数的3%。7个月后，必胜客被拆分出售，总售价为27亿美元。像必胜客这样一家大型的国际化连锁企业，它有过辉煌，也有过落寞。那么它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呢？第一家必胜客是在1958年的堪萨斯州威奇托开业的，当时的餐厅其实就是个苍蝇馆子。弗兰克·卡尼和丹·卡尼2兄弟向自己的母亲借了600美元，买了一些二手设备，就把这间披萨餐厅开起来了。他们在大学旁边租了一间小门面，就把餐厅命名为 Pizza Hut。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招牌面积仅能容纳9个英文字母。披萨店嘛，肯定是要写上披萨的，剩下的地方就只够摆3个字母的，于是就写上了 Hut。 这个招牌就是披萨小屋的意思。假如说他们当时租的门面再大一些，可能就没有必胜客这个品牌了。必胜客成立之初非常重视披萨质量和服务，2兄弟经常免费赠送披萨以吸引顾客。在当时，这种推广方式让餐厅经营的越来越好。只过了1年，他们就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开了第1家特许经营店。在当时的美国，披萨本身远没有现在这么流行。为了能够有效吸引顾客并营造有趣的氛围，卡尼兄弟将必胜客餐厅装修成红屋顶的标志。此后便以同样的风格来设计餐厅，继续在美国各地甚至加拿大和德国其他国家开设更多的特许经营店。到了1971年，必胜客拥有超过1000家门店，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披萨连锁餐厅。6年后，当门店数量翻倍至2000多家时，必胜客被百事公司收购了。正是百事让他们更上一层楼。收购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必胜客门店数就突破了5000家。当百事将其连同其他餐厅部门分拆为一家独立上市公司时，必胜客门店数更是超过了7500家。可以说，当时的必胜客几乎遍布全球。就是在最顶峰的时候，必胜客做错了几件事，才让他在此后的经营中不断败下阵来。第一，产品创新断档。必胜客曾经是产品创新的先行者。1980年的铁锅披萨，1995年的芝心卷边
那个卷边披萨的广告还是特朗普拍的。 You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for us to be doing, Ivana? What will people think? Let them talk. Donald. Ivana. It's wrong, isn't it? But it feels so right. Then it's a deal? Yes, we eat our pizza the wrong way. Crust first. 可以说必胜客每隔一段时间必然会搞出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新品，但是从此之后必胜客的产品创新能力就不断滑坡，以至于当时的管理层不得不在2014年搞了一次号称史上最大品牌革新的当下风味活动。他们想要搞个大的，于是他们有了新配料、新酱料、新饼底口味、新淋酱。这真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彻底改革整个菜单，让它看起来新鲜而且高端。为了配合新菜单，他们更新了网站、包装盒、制服和标志。我认为他们这么做的初衷呢，很可能是将用户群体从家庭转向千禧一代，但是这个尝试被证明是失败的。他们对销售的帮助不能说毫无用处，要说有的话，那就是让产品销量变得更糟。而用户定位上，新用户没拉进来，老用户却走了一大批。此后必胜客的创新产品就陷入了一种十分抽象的境地，比如他们推出的开心妹妹青蛇披萨，这不就是披萨边儿吗？还有这款零伤害披萨，这就是一个面圈，没有任何酱料。还有卤肉味披萨，这个看起来挺正常的，但是卤肉成分居然100%是植物。此外还有花生汤圆披萨、QQ 黑糖珍珠奶茶披萨、蒜香竹炭鸡披萨、幽灵肠粉凤爪披萨，更绝的是还出了个臭豆腐披萨。第二，外卖这件事上他们反应太慢了。这一点其实很讽刺，披萨是非常适合做外卖的食物，但必胜客的基因是家庭餐厅，他希望你到餐厅消费，坐在那里吃，享受这个氛围。直到1986年，必胜客才开始大规模做外送。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达美乐靠外卖打过来了，不跟不行了。后来他们做了很多疯狂的营销，想把必胜客等于外送的这个概念塞进消费者的脑子里。于是必胜客在1989年往白宫送披萨，2001年往国际空间站送披萨，2016年往乞力马扎罗山上送披萨。但问题是，你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已经固化了。当他们关闭那500家门店时，原因是为了取消用餐区，并重新开放更小的建筑。他们增长最快的门店模式是他们称之为小店的模式，是外送和集取的缩写。他们的部分理由是，如果你每次看到的必胜客都是一栋小小的建筑，你就会重新调整认知，把它们与外送联系起来。但是在中国呢，必胜客的故事又是另一个版本了。必胜客在中国超过1100个城镇开出了4375家的餐厅，2025年收入约23亿美元，经营利润1.83亿美元，同店交易量连续13个季度增长，餐厅利润和经营利润连续8个季度提升。你没看错，美国那边在关店在卖身，中国这边呢在疯狂扩张。那么中国的必胜客又做对了什么呢？第一，降价。必胜客中国的平均客单价已经回落到70元左右，以前吃一顿必胜客可能要100-200块，现在70块钱就能搞定。这个以价换量的策略看起来简单，但是它有效。第二， WOW 店模型，这是必胜客专门为下沉市场开发的小型店，它的面积更小，菜单更精简，价格更低，主打天天低价。截至2026年1季度， WOW 店已经有大约390家，同比翻了1倍，帮助品牌进入了100多个以前从来没有必胜客的城镇。第三，买断品牌所有权。这次12亿美元从百胜集团手里买下必胜客中国大陆的品牌所有权，意味着百胜中国从租牌子的人变成了拥有牌子的人。以前每年要交系统销售额3%的特许经营费，2025年这笔钱大约是4.94亿人民币，现在不用交了，省下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扩张和创新里。这背后又说明了一个商业逻辑，一个品牌的价值取决于它在什么市场被谁运营，用
用什么策略。现在看来，必胜客已经是一个和过去非常不同的地方，他们存在的时间足够长，足以见证世界的变迁。曾经让他们受欢迎的部分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他们被迫适应这些变化，而他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如达美乐披萨，则是在这种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如果这说得通的话，这有点像必胜客是努力想要融入新一代的老一辈。他犯的错，很多传统大品牌都在犯，对变化反应太慢，对过去的成功路径太依赖。但他在中国市场的翻身，又说明了另一件事：没有注定衰落的品牌，只有不愿改变的总裁。好了，你对必胜客或披萨行业有任何其他方面的意见或者想法，都请留在评论区，让我们一起讨论。